好，这一节我们来解释一些random variable 的基本概念。那其实就是几个很简单的公式，那说明 random variable 在做线性相加的时候，做 linear combination 的时候，它的 mu 和它的 sigma 会怎么变化？那从最基本的来讲，这个 random variable 呢，就是所谓的杂乱变数。那杂乱变数它的值呢，可能是连续的，也可能是离散的。好，那如果是在离散的情况下呢，它的几率的函数呢，我们都叫做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。好，那像这个例子呢，我们说 random variable 呢，它可能这个 random variable，假设我们用 x 大写的 x 来表示的话，它可能有三个值，一个值可能是一，一个值可能是三，一个值可能是七。哦，那出现一的几率是0.2，出现三的几率是0.5，出现七的几率是0.3。好，那这个把图画出来呢，这个我们就叫做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。好，那像这种情况呢，它不会出现其他值，所以这几个0.2加0.5加0.3加起来值一定要等于一。哦，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哦，假设我们丢两个铜板，然后假设 x 是出现正面的次数，或者是我们讲说 number of head 哦，因为 heads 就是正面的次数哦，丢两个铜板，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丢两个铜板呢，我们如果用0来表示的话，来表示反面一代表正面的话，那只有几种可能啊，哦，所以只有0001111哦。那出现正面之数呢，这边是0次，那这边呢是分别是这边是1次，这边是1次，这边是2次，哦，所以它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是这个样子，哦，比如说我说 x 只可能出现0次、1次或2次，那对应的几率 p，那就是出现0次的话是1/4，出现1次的话2/4，出现2次的话1/4。哦，那这样的表示方式呢，也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 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。好，那同样的，你可以想象，就是掷两个骰子，那它的总和，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哦。总和可能从2、3、4一直到12。那从2到12呢？请问它的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是多少？你可以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把它算出来，最后就变成就是一个列表，因为它的值是有限的哦，所以列表那每一种情况它出现的几率是多少，分别把它算出来就可以。但另外一种情况是 continuous，continuous 意思就是说，这个 random variable x 的值呢，可以是实数，可以是任意值。哦，比如说我们讲，台湾的温度好了，temperature。那 temperature 一年365天，平均值呢，我猜大概在23度好了，这是23度，所以这就是它的平均值。哦，那有时候呢，它会多一点，比如说有时候会到25度。哦，抱歉，它有时候会到25度，那有时候会低一点到21度。哦，那我说它平均值就是23度。哦，那但是我假如问你说，明天温度是24度的几率有多高？事实上你是算不出来的。哦，明天的平均温度呢，可能是24.1758923那你怎么样算它的几率？哦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通常呢把这些几率呢的表示方式呢改成所谓的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，或简称 PDF。抱歉写错，PDF。好，那 PDF 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这个 PDF 的函数呢，我 PDF 的函数呢，我用 f of x 来代表，那这边当然是指的是 x 哦。那它的几率呢，在两者之间 A 和 B 之间的几率呢，就会变成 A 和 B 乘以用 f(x) 把它积分起来。哦，所以说如果明天的几率介于明天温度介于
24度到26度的几率，那就会变成24度到26度，把下面的面积算出来，所以这是24到26，那这下面面积就会是等于明天温度落于24到26度中间的几率。那你可以想想，全部的几率的全部可能，从负就无穷大到无穷大，几率要等于1。换句话讲，这条 PDF 下面的面积，哦，一定要等于1，哦，这样才符合几率的定义，哦。所以这两种方式呢，用来表示，一个是 discrete， 一个是离散的情况，一个是连续的情况。那碰到离散，我们就用discret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来表示；碰到连续的情况，我们就用 PDF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来表示。那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范例哦，同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有这样的定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算它的平均值应该是多少。哦，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，我说我出现0次正面的几率是1/4，出现1次的几率是2/4，出现2次的几率是1/4。那我请问你丢2个铜板丢出来后，它的平均出现正面的个数是多少？那就会变成0乘以1/4加上1乘以2/4加上2乘以1/4。好，所以答案就是平均会出现一个正面。哦，那我们这个叫做它的期望值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写成它的 expected value of x 会等于 summation p xi 乘以 xi。哦，那 i 等于1到 n， 总共 n 种可能。那在这里呢，就是总共有，在这个案例呢，就总共有3种可能 ：xi 可能等于0，可能等于1，可能等于2。那乘上它对应的几率，就得到它的期望值。哦，那在这温度的范例呢，也是一样，就类似把这个延伸，就会变成它的期望值，就会变成负无穷大到无穷大，那 xi 乘以 f of xi dx。抱歉，这边应该是 x。哦 ，x 乘上 f of x， 那对 x 进行积分，那从负无穷大无穷大，这样得到的值就是它的期望值，因为它是连续的情况。这两边你可以对照看一下，一个是 discrete， 一个是 continuous。好，那有了这个期望值的概念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2个变数把它做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。哦，那首先对于一个变数来讲，我们刚刚讲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数学式子 mu of x 等于 x 的期望值。哦，这是它的平均值 mean。那它的 variance 呢 ，sigma s square 呢，就定义成把它的值这个 random variable 值减掉它的平均值，在平方以后再求它的期望值。好，然后你可以就把它展开来，你可以试算一遍，就可以得到它会等于 x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 x 平均值的平方。哦，那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，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就是直接对它平方，变成 x 平方减掉2倍的 mu x x 加上 mu x 的平方。哦，那你取这个期望值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它可以把它这种线性组合呢，你可以把它拆开来，所以变成1的 x 的平方减掉2倍的 mu x 1的 x， 那加上1的 mu x 平方。那这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值，所以它就等于 mu x 平方。那这个东西呢又等于 mu x， 所以变成减掉2倍的 mu x 乘上 mu x 加上 mu x 平方，所以值就会变成 x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它的平均值的平方。那另外一个定义，我们可以另外
定义一个量叫 covariance， 就是 x y 两个变数，两个 random variable 它的 covariance x y 会等于 sigma y x 会等于 x 减掉 mu x 乘上 y 减掉 mu y 的平均值，的期望值。好，那你一样，你可不可以把它展开来，最后就得到这个式子。好，这个是最基本的定义哦。那如果我们把 x 乘上，把一个变数乘上 a 呢，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那你可以把 a 提出来，哦，那换句话讲，我们的就可以把它写成 a 乘上 x 的平均值会等于 a，我这样讲的不是很好哦，就是 ax 的平均值哦，ax 因为 x 是一个乱数哦，那 a 乘上 x 也是一个乱数，那它的平均值会等于 a 乘上 x 的平均值，哦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做 linear combination 的时候，可以把系数拆开来，然后把变数继续留在它的 expected value 里面，哦。那对于如果是它的 variance 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等于 a 平方乘上 vx，或者用一个数学式来表示，就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，哦，就是 a 乘上 x，哦，它本身也是一个乱数，这个乱数的变异数，哦，这个平方会等于 a 平方乘上 x 的变异数，哦，那如果是两个变数把它做线性的组合，那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假设我两个变数分别是 x 和 y 都是 random variable，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哦，你把 ax 加 by 取它的期望值，会等于 a 乘上 x 的期望值加上 b 乘上 y 的期望值。哦，换句话讲，你这个你要求期望值这样的一个 operator， 它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。哦，那所以可以把 ax 加 b 要把 a 拆出来 ，b 拆出来，那剩下就是 e of x and e of y。哦，那如果更简单用一个数学式来表示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 a 乘上 x 加 b 乘 y 的平均值会等于 a 乘上 x 的平均值加上 b 乘上 y 的平均值。哦，那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是它的 variance。哦，那 variance 其实你可以完全按照前面的定义来做一遍。哦，你可以把它展开来，然后做一连串的处理，最后会变出它的式子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哦，简单的写就是写成这个样子。换句话讲，就是 ax 加 by，它本身也是一个乱数嘛。那这乱数的变异数会等于 a 平方乘上 x 的变异数，加上 b 平方乘上 y 的变异数，加上2ab 乘上 xy 中间的covariance。抱歉，这两个应该大写才对，xy。哦，那但是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。哦，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？我在下面一页会再说明。哦，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这些 operation 呢不是很清楚，你可以看到我 HackMD 上面写的一些范例，包含这边有一些 exercise，各位同学也可以进去试看看。好，那这边只是来证明给你看说 ax 加 by 这样的一个乱数，它的变异数会等于 a 平方乘上 x 的变异数加上 b 平方乘上 y 的变异数加上2ab 乘上 xy 的 covariance，哦，就是共变异数。哦，那其实又可以把它写成哦，我们先看这后面哦，这个 a 乘上 b 乘上 c 和 xy 会等于这个式子。那换句话讲呢，我就等于说我就定义 xy 中间的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就等于sigma x y 除以 sigma x 和 sigma y。好，那这就是 covarianc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的定义，它会小于等于1，大于等于-1。好，那你又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把这式展开来，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。那你就可以证明说它会介于-1和1中间，用我们前面讲的
Cauchy-Schwarz inequality 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哦。但这边呢，这边只是要说明哦，这个 ax 加 by 这样的乱数，它的变因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。那你要计算出来这个东西，你完全按照定义，有没有？就把这是一个乱数，减掉这个乱数的平均值，哦，这是平均值哦，然后再把它平方，平方之后再求它的期望值，这就是我们 variance 的定义。那你就可以把它一路把它展开来，哦，把这一部分一的 ax 加 by，一的 x 就 a 乘上 mu x，那一的 by 就 b 乘上 mu y，然后把它移向这两个放在一起，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哦，那就会变成 a 乘上 x 减 mu x，这样 b 乘上 y 减 mu y，哦，这平方。那接着你把它展开来，就会出现 a 平方乘上 x 减 mu x 平方，加上 b 平方乘上 y 减 mu y 平方，加上2倍的它们两个相乘之后，得到一个乘积的项。哦，那一样我们刚刚讲说这个expected value 这个求期望值这件事情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，所以 a 平方就可以把它拉出来外面，加上这个东西。啊 b 平方也可以把它拉到外面，把摆进来，就这样这个东西。那后面这一部分就是 2ab， 啊一样把摆进来，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哦，那这时候我定义，按照我们的定义，这就变成 a 平方乘上 x 的变异数，加上 b 平方乘 y 的变异数。那这边呢，实际上这边的定义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sigma xy 它的共变异数，哦，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哦，那我们刚刚讲过，你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就是 sigma xy 等于 sigma x 加上 sigma y 乘上 low xy，那这个 low xy 就是 correlation coefficient，那它会介于-1和1中间，哦，所以这是完全按照定义就可以把 ax 加 by 的变异数把它化简成这样一个式子，哦，应该讲也不是化简，就把它展开来变成这样一个式子。那后续我们讲到portfolio optimization 的时候，就会用到这样的定义。哦，那同样的，我在 HackMD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说明，哦，说明放在这里。那里面一样也有 exercise，欢迎同学去试一下。哦，试一下，你可能就会对这些基本 random variable 的一些性质，怎么样算它的 mean，怎么样算它的 variance，就会有比较切的了解。好，那这一部分我们讲到这里，谢谢。